高射炮是二战时期地面部队对付空军最有效的装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各国的高射炮都是临时改装而成的，而随着一战的结束，各国才开始系统性的研制高射炮，并且将其分为大、中、小3种口径。今天我们就来讲讲8款小口径的高射炮。Top 8，美军 M1 式40毫米高射机枪。这是一款美国在1940年研制的高炮，这款高炮的结构相对比较简单，内部机械节奏也比较可靠，不容易出现故障。最大射程 4.7 公里，理论射速每分钟120发，但是每分钟的实际射速只有60发。这款高炮在1943年装备美国部队，现在已经全面退役了。台湾军队曾经在50年代末引进这款高炮，主要用于装备防空炮连和空军防空部队。由于 M1 式高射炮没有持续更新所使用的技术，导致它与同时期的高炮相比，夜间性能比较落后，只能在晴朗天气下使用，这也是它消失的原因。Top 7，意大利布雷达37毫米54倍镜高炮。这是意大利于上世纪30年代研制的一款高炮。布雷达高炮由单管和双管2种结构，供弹口被设计在火炮后部上方，最大有效射程6公里。虽然理论上的最大射速达到每分钟200发，但实际上射速只有每分钟140发，并且射击时抖动比较大。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布雷达高炮与同时期的其他37毫米高炮相比，性能上相差不大，只能说是不掉队的水平。但是就这样一款性能平平的高炮，却在二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防守在地中海战区的意大利军队凭借布雷达高炮保护了众多重要军事阵地、城镇和兵工厂等。据当时统计，所有布雷达37毫米高炮发射的炮弹加起来高达 7.7 万发。布雷达在当时也算是比较合适意大利的武器装备了。Top 6，苏制 70K 37毫米高炮。这款高炮说起来算是博夫斯25毫米高炮的仿制版了。1935年，苏联向博夫斯公司购买了25毫米版本的高射炮，而苏联为了增大威力，自己在25毫米高炮的基础上，将口径增至了45毫米，简称 49K 型45毫米高炮。后来苏联海军看到陆军这款武器之后，发现这个仿制版的 49K 性能真的很不错，随即就根据自己的需要，开始生产海军所用的 70K 型37毫米高炮。总的来说，这款武器的技术都来源于博夫斯公司。虽然相比博夫斯 L60 式高炮，口径上相差了3毫米，但是性能上竟然不分伯仲，最大射程也是达到了 8.4 公里。Top 5，英军 QF2 40毫米砰砰炮。是二战时期英军的一款高炮。听到它的名字，各位老铁可能就要提出疑问了，为什么一款军用高射炮会用这样的一个名字呢？这个名字来源于它发射时特殊的开炮声。QF2 高炮本质上是 QF1 马克沁炮的放大版，采用水冷式炮管，由马克沁机枪结构延伸而来，最大有效射程1公里，每分钟可以发射2000发炮弹，总共生产了大约7000门。虽然英军在1930年对其进行了改良，开发出了电动型的 QF2 Mark 16，但是即便如此，它的整体性能仍然落后于博夫斯40毫米60高炮。Top 4，厄利孔35毫米90 KDC 双管高射炮。这是一款由瑞士厄利孔公司所研制和生产的双管35毫米口径高炮，于1950年后期开发，1960年初投入量产，后期推出了多款升级型号，是35毫米口径高炮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款，共有超过30个国家选用，主要用于战略要地的低空防御。KDC 系列高炮可以全天候运作，最大射程 9.5 公里，单根炮管射速每分钟可以达550发，每门炮都配备有炮口车式装置，将收集的炮弹速度数据传输给火控计算机。这款高射炮采用3种可以选择的瞄准模式，分别是直接瞄准、系统瞄准和雷达锁定目标，其中后2种瞄准方式需要配合火控雷达系统来使用。Top 3，特里尼蒂40毫米高炮。这是瑞典博夫斯公司1981年开始研制的一款3位一体40毫米口径单管自行式高射炮。虽然 L70 高炮的性能已经很出色了，但是博夫斯公司还是意识到近程武器系统的发展在不断倾向一体化，这就导致了特里尼蒂火炮的出现。特里尼蒂意为3合1，整体由大威力高射炮、高精度火控系统和可编程近炸引信破片榴弹组成，于1989年开始生产，主要用于飞机、直升机和巡航导弹射击，射速每分钟330发。这款高炮有着后座行程短、高射速等特点，采用电力驱动的高低机和方向机结构，
同时也可以使用手动操作。模块化的结构也方便了维修和后续的升级，有利于延长使用寿命和降低成本。Top 2，厄利孔35毫米1000转膛击炮。这是2009年厄利孔公司与莱茵金属公司合并后研制和生产的一款单管转膛击炮，主要用于陆基防空系统，弹药采用35×228毫米口径的炮弹。莱茵金属刚开始设计它的目的是用于取代广泛使用的克里空 KDA、KDB 等35毫米双管高射炮的武器系统。它的名字来源于采用35毫米的口径，每分钟最多1000发的发射速度，和内部采用转膛击炮设计。它也可以单发或者短时间内快速单发，而快速单发的最高射速最高可以达到每分钟200发炮弹。这款新型机炮可以整合到各种武器系统中，例如炮塔和装甲步兵战车等基本武器上，主要用于防空和反装甲目标。现如今，这款机炮被安置在了莱茵金属 GDM008 千禧年舰炮炮塔和陆基天盾武器系统当中。Top 1，博夫斯40毫米70高炮。它是由博夫斯 L60式高炮改进而来的。说起这款高炮，大家一定都不陌生，俗称老40。老40博夫斯公司在1932年为瑞典军队设计的一种高炮，总量产超过了12万支，射程7.1公里，理论射速每分钟120发。它的威力可以击毁二战时几乎所有的飞机。L60式高炮的出现成为了高射炮历史上的转折点，因为在它出现之前，40毫米的高炮只能单发射击。作为改良型的 L70型高炮，性能肯定要比前辈更强，它的最大射速达到12.5公里，射速比起 L60还要多上1倍以上，理论上每分钟可以打出330发子弹。优秀的性能让 L70型高炮受到各国的青睐，印度军队在使用老40的同时，也引进了 L70式高炮，主要用于地面部队和重要设施的防空。根据2000年的信息，台军为了提高地面防空战斗力，联合新加坡 AOS 公司共同研制新版本的 L70高炮，搭配天兵搜索雷达，可以掌控20公里以内的目标信息，一旦服役，将很大程度上增加台军的防空实力。最后再给各位老铁科普一下大、中、小3种口径火炮的区别。一般来说，口径小于60毫米的为小口径高射炮，小口径高射炮的射速较快，一般靠密集的弹幕覆盖打击目标。60到100毫米的为中口径高射炮，超过100毫米的则为大口径高射炮。大中口径高射炮的射速较慢，一般靠爆炸产生大量破片来覆盖目标。高射炮属于弹道平直的火炮，主要用于对抗各种空中目标，例如固定翼飞机、直升机等，因此射击仰角一般都较高。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各位老铁还想看哪些盘点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各位老铁们，我们下期视频再见。